玄冥百倍缩小成真，我不幸掉落到了一个蚂蚁洞里，居然还有一只昏迷不醒的蛀虫。哎呀，我去，这是给我干哪来了？小飞疑惑地看了看前面的蚁后，这里怎么有一只这么大的蚂蚁？欢迎各位来到微缩世界，缩小求生。宿主将与你身后的蚁后绑定，并共用一条生命，蚁后灭亡，宿主会一同灭亡。所以保护好蚁后，并发展壮大你的蚁族吧。不是吧？居然要我跟一只小蚂蚁共用一条生命？以后也不知为啥昏迷不醒。童话故事里王子亲了公主一下就醒了，我也来试试。怎么还没醒？果然，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。小飞打开了手上的求生手表，看到了蚁后的信息栏。完了，好一个四无产品，天崩开局，得赶紧出去找找食物，救一下蚁后才行。小飞从蚂蚁洞走出来后，发现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去，这些是草丛吗？说是参天大树都不为过吧？好大的一棵草啊！感觉走远了就迷路了，还是就在这附近转一转吧，万一回不来就麻烦了。小飞继续往前走着，发现前面传来一道刺眼的反光，原来是一个小水池。运气这么好，一下子就找到水源了。小飞万万没想到，这块小水池原来这么深，一不小心就滑进来了。救命！救命！谁来救救我？挣扎了一会儿，没想到这池水在太阳照射下，居然自己蒸发了。我去，这池水就这样消失了。不过还好得救了，不然我就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了。此时小飞才注意到，屁股底下好像有什么东西割到他。这底下好像有一个宝贝，挖出来看一看。原来是个宝箱，先收入空间背包吧。说着，小飞将宝箱收进了求生手表的空间背包。我去，这太阳可真大啊！可惜这滩水被蒸发了，得赶快找到水源了，不然以后可能坚持不住了。咦，前面是什么？此时，几株才发起来的草芽吸引了小飞的目光。哟，是新鲜的草芽，我之前吃过不少，挺甜的，按道理以后应该也能吃。至此，总算是收获到了一些食物。此时，前面传来刷刷的流水声，听声音应该是前面有河水，这一次绝不会错啊！我去，这么宽的湖泊，这下再也不用担心没水喝啊！小飞小心翼翼地蹲下身子，一滴一滴地收入空间背包。然而，就在他打得起劲的时候，水面突然鼓起了几个气泡，打破了这种宁静。突然，一只青蛙从湖底跳了出来，紧接着，一根巨大的舌头从他嘴中弹出。凭借着本能，小飞迅速调整身姿，躲过了这致命一击。妈呀，吓死俺了！还好我身子敏捷，要不然今天就踩在这只该死的青蛙手里了。看着青蛙那双鼓起的眼睛，充满了凶光，仿佛随时都会发动下一轮攻击。不是吧？还来？小飞心中暗叫不好，知道自己根本不是这只巨蛙的对手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任何抵抗都是徒劳的。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跑。既然打不过，但我跑还不行吗？其实主要是这只青蛙对这个奇怪的小人没什么兴趣，不然要是追击起来，小飞根本跑不过青蛙的跳跃。等小飞回到蚁穴的时候，天差不多已经黑了，应该还来得及吧。于是小飞来到蚁后头前，将收集来的水滴慢慢给蚁后喂下。在这滴水的滋养下，蚁后恢复了一点生机，微微动了动身子。随后小飞又拿出草芽，慢慢喂给蚁后。有效果，看来恢复的还不错。也不知道这宝箱里面会有什么宝贝呢？不管了，那就打开来看看吧。恭喜获得普通级自生菌种、普通级治疗药水3瓶。给我介绍一下它们的用处。普通级自生菌种是蚁类的主要食物来源，可食用，且蕴含少数的营养。它们喜欢阴暗潮湿的环境，以腐烂发酵的腐植物为食。普通级治疗药水可以治疗普通的轻伤和一些普通疾病等等。看来还不错，这药水来的真及时。在喂完以后治疗药水后，终于他缓缓地张开眼睛，醒了过来，眼里尽是对小飞的感谢。以后你终于醒了。阿爸，阿爸，阿爸。什么阿巴阿巴的？我不是你爸爸。系统，怎么回事？以后怎么不能说话？由于当前宿主等级不足，以后暂时无法说话。我勒个豆，居然还有等级限制。反正暂时也没啥事，就看看世界的其他玩家在交流什么吧。兄弟，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什么东西都变大了？你才发现啊？我早就看到草都像百米巨树那样高了。上楼的，有没有可能是我们都缩小了？救命啊！我这里啥都没有，全是沙。看着火速飞过的消息，小飞赶紧添加刚刚说自己周边全是沙的玩家好友。兄弟，我看到你加我好友了，你是来救我的吗？抱歉兄弟，对于你的处境我无能为力，不过我们可以交换物质。我啥也没有啊，你要跟我交换什么？你不是身处沙漠吗？这样我用水和食物跟你交换细沙怎么样？真的吗？你真的愿意跟我交换？这样吧，1滴水换50单位的细沙，食物就打个折，只要20单位的沙子，愿意就交换。行吧，我这里最不缺的就是沙子，暂时就跟你交易吧。不断的用触角蹭小飞的背后，仿佛有什么话要说。
哎呀，以后你在做什么？不好好休息，身体能恢复吗？阿爸，阿爸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有什么特别的事情需要我去做？尽管心中充满了疑问，但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，慢慢的凑近了以后。随着距离的逐渐拉近，小飞终于明白了，原来就在以后的腹部，整齐排列着3枚散发淡淡荧光的蚂蚁蛋。这突如其来的景象令小飞错愕，表情有些似非似笑。厉害了，以后你既然这么猛，伤还没有完全好，居然还能生产蚂蚁蛋。听到小飞的惊叹声，以后显得颇为得意。不多时，以后就产下了这3枚蚂蚁蛋。好嘞，你放心，保证妥善处理。随后，小飞立即走过去，轻轻地拿起蚂蚁蛋，在地上铺上一些细沙，接着将3枚蚂蚁蛋放在上面。处理好了，以后辛苦了，我带你出去外面的世界找找肉食。来到外面的世界后，小飞大大的伸了个懒腰，果然还是外面的空气更清新。此时以后像是嗅到了什么特别的气息，开始在原地打转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以后，你是发现了什么吗？阿爸，阿爸，你意思是说这上面有什么东西吗？以后用手示意小飞骑上来，想要带他上去看看。我去，这也太高了吧！以后你的攀爬能力怎么这么强？以后用手示意我看向草的颈部，没想到这里居然有着这么多的蚜虫。我去，这么多蚜虫，你是准备吃了它们吗？以后摇了摇头表示否认，只见他轻轻地用手碰了碰蚜虫，没想到蚜虫居然分泌了一种汁液，接着以后二话不说的就吸吮了起来。此时我才想起来，小学课本上写过这个是蚜虫分泌的蜜露，类似蜜蜂样的蜂蜜。蚂蚁与蚜虫就好比牧场主与牛羊之间的放牧关系，这也是大自然中的一种典型生物共生现象。接着以后也挤了一滴蚜虫的蜜露给我，我小心地尝了一口，发觉出乎意料的好吃。我去，这味道真甜，简直是蚂蚁界的蜂蜜。嘿嘿，要是可以抓一些圈养起来，那不就意味着天天都有蜜露喝？说着，小飞直接用求生手表把这些蚜虫全都收了，一个都不留。嘿嘿，真不错，我的空间背包都快塞满了。以后走，我们下去。小飞下来后，一眼就发现了地上刚长出来的草芽。哎呀，收完了一沓又一沓，简直是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啊！阿爸，阿爸，以后你是发现了什么吗？我去，以后你真的是太厉害了，居然找到了2个宝箱。对了，以后你还没有名字呢，要不就叫你婉仪吧，你看怎么样？以后兴奋地点了点头，表示很喜欢这个名字。那就说好了，以后就叫你婉仪或者小姨。小飞回到蚁穴后，发现洞里的3颗蚂蚁蛋已经出现一些轮廓。蚂蚁成型一般分为4个过程：蚂蚁蛋、幼虫、结蛹，最后是成体。现在应该是成长到第2阶段了吧？感觉有点慢啊，我还要多久才能有帮手？算了，先开宝箱，出中戏。正在开启宝箱，恭喜获得普通级成长加速剂3瓶，迷你版普通级弓箭1把，箭矢20支，5单位鱼肉。可以啊，有武器，有食物，有道具，这加速器应该可以加速蚂蚁蛋的孵化吧？就在小飞还在思考时，没想到以后这时又生下了6枚崭新的蚂蚁蛋。不是吧，小姨，你又生吗？这时，小飞注意到有一枚特殊的蚂蚁蛋，蛋壳呈现出淡淡的青色，散发着微弱的青光。这青色的蛋不会是变异蚂蚁吧？一想到这可能是变异蚂蚁，小飞连忙准备将这几颗蚂蚁蛋安置好，在细沙上铺好绿叶，倒入1瓶成长加速剂。哈哈，快成长吧，到时我就能有一个蚂蚁军团了。希望你们不要让我失望啊！升级物资的细沙我有了，水不急，肉食还有5单位，这普通级生物核心1个都没有。于是，小飞在交易频道搜索框中输入“普通级生物核心”，然后点击搜索，结果界面就开始打转，根本没有任何关于生物核心的物品。我去，1个都没有吗？不过想想也是，前期啥都缺。就在小飞快要放弃的时候，界面终于弹出来了一个，但是对方也写明了仅限治疗药水交易。对方这么迫切的需要治疗药水，小飞猜到了对方应该是受伤了，于是加了他好友。在一番讨价还价后，最终以1瓶药水交换10枚生物核心的数量成功交易。兄弟，我这里还有很多肉块，你需要的话可以用素食和我1比1交换。行啊，正好我收集了很多草芽，来吧，跟你交换24个单位。张虎这个人比较爽快，于是我又和他交换了一些肉食。第2天清晨，一大早，小飞在睡梦中就感觉有谁在挠他痒痒。哎呀，别闹了，谁在挠我啊？小飞一个鲤鱼打挺，直接起身，结果一整个人被亚麻呆住了。好家伙，1个晚上就全都孵化了。看着蚂蚁的数量从0变到9，工蚁4只，兵蚁4只，特化蚁1只。特化蚁体表光滑，蚁只的颜色与体表颜色有着较大差异，会呈现出暗黄色或象牙色，头部会有微小的颗粒状凸起。
品质星级，最高可达白银巅峰。天赋软化土壤，挖掘速度是普通蚂蚁的2倍。看着眼前这只特殊肢体颜色的蚂蚁，小飞就知道这肯定就是那只特化蚁了。可以啊，这就是特化蚁吗？果然属性都不是普通蚂蚁能比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么今天的主要任务是前往荷塘取水。今天就靠你出大力了，特化蚁。小飞带着他的蚂蚁小弟再一次回到了这个池塘，谨慎地看向那块石头。果然，那只大青蛙眯着眼假寐，随时等待猎物上钩。可恶啊！这只青蛙霸占着池塘不走，咱们都没法安心取水了，得想个法子引它离开。于是，小飞跳下蚂蚁，捡起地上的小石子，用力地往前面一扔，咚的一声，果然把青蛙引下水了。好了，暂时引它离开了，得抓紧时间打水了。由于担心青蛙随时可能还会回来，所以小飞也不敢多取。接下来他准备去上次发现蚜虫的那个地方，再取一些蜜露。好了，大功告成，再去取些蜜露吧。毕竟我现在小弟这么多，有点不够用了。当小飞正在安静地收集蜜露时，却不知危机正在来临。一只刚蜕皮的蚂蚱悄然来到他们身后，只见蚂蚱一铲子就把小飞和特化蚁拍出去。我去，差点没把我摔死。这一爪子基本被特化蚁承受了，所以小飞只是受了点皮外伤。但这只蚂蚱可没打算放过他们，也许他认为是小飞他们打扰了他的清梦，看来这一战不可避免。好家伙，这是不打算放过我们吗？此时小飞拿出了弓箭，随时防范蚂蚱的进攻。正当蚂蚱跃跃欲试，准备扑上来的时候，特化蚁率先进攻。只见特化蚁张开锋利的颚部，一口咬住了蚂蚱的后腿，试图阻止蚂蚱的前进。蚂蚱吃痛，发出了一声尖锐的鸣叫，开始疯狂地挣扎起来。紧接着，剩下的几个兵也一同跳上去，咬住蚂蚱，使其不能动弹。小弟们干得漂亮！蚂蚱被咬得生痛，还想着继续前进，于是小飞毫不客气地拉开弓箭，朝着蚂蚱脖子部位射了出去。没一会儿，蚂蚱终于没了动静，瘫软地倒在了地上。小弟们干得漂亮，大家开始分解吧。等会儿我把小块装进背包。就在这时，小飞发现蚂蚱的下面有一块微微发光的晶体。我去，难道这就是生物核心吗？这次赚大了呀！不敢想象池塘里的那只青蛙会是什么核心。小飞就发现以后又生下了11颗蚂蚁蛋。这么给力的吗？小姨，真是辛苦了。来，今天可以吃肉。说着，小飞就从特化蚁身上跳下来，拿出蚂蚱肉，产完卵的以后格外虚弱，很快就成型了。真香呀！真不错。话说，现在小姨你应该能升级到青铜级了吧？于是小飞打开手表信息页，点击升级，随后20滴水，10枚生物核心，20单位细沙，10单位肉块消失。哎，不对啊，怎么升级后除了体型变大了点，其他没啥区别？小飞还以为以后没升级成功，此刻以后却开口说话。主人，没有失败哦，我现在可以说话了。好去，小姨你竟然可以说话了，真是太好了。不过还是别叫我主人了，听着有点别扭。要不你就叫我本名吧。本名就算了，毕竟是你救了我，那我还是叫你老大吧。行吧，老大就老大。小飞查看了以后下一级突破条件，看着这些数值，小飞不禁瞪大了眼睛。我去，这翻倍的这么厉害吗？第二天清晨，在加速剂的催化下，剩下的蚂蚁也全都孵化。公蚁，今天你们的任务是加强蚁穴的防御和内部建设，留2只兵蚁保护蚁穴和蚁后的安全，剩下的兵蚁随我出去寻找更多的物资。说完，所有的蚂蚁都点头附和。穿过茂密的草丛，那些高大的草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。随着距离蚁穴越来越远，周围的景色也逐渐变得陌生。最终，小飞他们来到了一块巨大的石头前。真是个不错的地方，地势高，视野开阔，有水有食物，还有灌木和石头作为天然的掩护，简直就是为我们蚁群量身定做的新家。正当小飞思考着，突然有2只蚂蚁从前方洞穴钻了出来，随后一对同类蚂蚁从一旁井然有序地搬着食物进入洞穴。这是玩家控制的蚂蚁群，还是这片土地上的土著蚂蚁？为了弄清楚真相，小飞让身边的蚂蚁们潜伏在暗处，继续观察着这个新发现的蚁群。你悄悄地返回蚁穴，告诉蚁后，就说咱们要搬家。这个蚁群的规模并不大，如果我们能够占领的话，或许可以加快发展速度。突然，小飞看见一只体型庞大的蚂蚁从不远处的灌木丛中钻了出来。这只蚂蚁的体型比其他普通的蚂蚁要大得多，但很快就钻入蚁穴了。不是吧？难道是特化蚁？这个蚁穴竟然有特化蚁？特化蚁的实力，小飞是知道的。看来想要轻易地占领这个蚁穴，没那么容易。不久后，小飞派出去的兵蚁终于带着蚁后赶到了现场。小姨，你看这里的环境，无论是地势、水源还是食物来源，都比我们现在的蚁穴要优越得多。这个地方确实不错，
景色优美，资源丰富。不过唯一的麻烦是前方有一群蚂蚁占据着这里，要是我们将其抢过来，我们的发展也会加快。将它们清除，也可以安心将这里变成我们的新家。老大，你的想法我明白，但是我们必须谨慎行事。肯定的，这样我们等到天黑，先把门口的守卫蚁偷袭掉，然后再趁机悄悄进入蚁穴，一一解决掉剩下的蚂蚁。好的，一切听从老大的安排。夜幕降临，周围静悄悄的，两只兵蚁从后面出现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门口的守卫蚁解决掉。所有兵蚁听令，全体出击！大伙不要害怕，一起上！就在两军交战时，一只特化蚁猛烈向小飞发起袭击。老大小心！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，对面千军万马蚁被我方消灭，而我方蚂蚁仅有几只受了点伤。同时，蚁后也成功击败对方特化蚁，我方大获全胜。太棒了，小姨，没想到你的实力这么强。老大，敌人已全部消灭完毕。干得不错，接下来就是打扫战场了。没想到我方蚁后小姨径直走了过去，直接大块嘴力将它吞进肚子了。这一幕惊呆了小飞。不过转念一想，在这方小的世界，没有绝对的弱者，只有残酷的丛林法则。如若遇到其他更强的势力，那么自己同样也会被蚕食。老大，我看到了一个很好的孵化室，那里的温度和湿度都非常适宜蚁卵的孵化。此外，还有一个菌类种植室，那里的环境看起来也很适合菌类的生长。哈哈，可以呀，看来真是一个风水宝地，说不定在这里可以让我打造一个蚂蚁军团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当他们走进那片阴暗潮湿的区域时，小飞不禁挑了挑眉头。这里的环境确实非常适合菌类的生长，但同时也充满潮湿和霉味。不过，当他看到地上那2窝蚂蚁蛋以及那层厚厚的腐殖层时，眼睛又发起了光。这么省事，空间还挺大的，这里简直是次生菌种生长的完美环境。不过，得把那2窝蚂蚁蛋移到外面干燥的房间去，在这里孵化太慢了。由于担心潮湿的环境会影响蚂蚁蛋的孵化速度，所以小飞将2窝蚂蚁蛋搬了出去，并且还拿出一瓶加速剂倒在了蚂蚁蛋上。这里说明一下，这窝蚂蚁蛋是之前的蚁群留下来的。不过在这方世界的设定里，谁先孵化出来就会认谁为主。这成长加速剂真是太珍贵了，一瓶也没有多少滴，现在只剩下1瓶多一点点了，看来还是得节约点使用。就在小飞陷入沉思之际，一只工蚁突然叼着一个发着青色的宝箱来到了他的眼前。我去，居然是金属的，有点像青铜的颜色，应该是比木质宝箱更高级，暗得漂亮。布鲁斯。随即小飞从空间背包里拿出一滴蜜露，奖励给这只蚂蚁。得了奖励的蚂蚁格外高兴，干起活来更有劲，这也有利于他们更有兴致地去寻找散落的宝箱。让我看看这青铜宝箱究竟隐藏着什么特别之处吧。随即小飞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宝箱。叮，恭喜获得青铜级栅栏、迷你火堆鉴定器。青铜级栅栏可以大幅度降低圈养其中生物的暴躁，使其安分守己。对青铜级以下生物有100%镇定效果，等级越高效果越差。迷你火堆可加热食物、取暖、照明，不毁坏状态下永久生效。鉴定器可考察物信息，但是对于强大的能量体可能会失效。我去，青铜宝箱必出精品啊！这3样都是我目前所需的。不过这鉴定器价值应该是最高的。现在有了火堆，应该可以直接在这里烤昆虫肉了。小飞将肉块穿在树枝上，小心翼翼地将其放在了火堆上烤。随着火焰的炙烤，肉块开始发出滋滋的声音，油脂滴落在火焰中，激起一串小火花。不久之后，肉块便变得金黄酥脆，香气四溢。这股香气也很快吸引了周围蚂蚁们的注意，但是包括蚁后小姨在内，全都不敢靠近，因为他们从来都没见过这奇怪的玩意。老大，这什么东西这么香？我也想吃。呵呵，这叫蚂蚱烤串，想吃就过来呀。老大，那发着光的东西我们害怕，因为我们从未见过。哎呀，忘了这茬。其实这玩意叫做火，可以用来煮熟食物和照明，你们不用太害怕，只要别靠太近，是不会伤害到你们的。说着，小飞将烤好的蚂蚱肉向蚁后递去。烤得差不多了，你尝尝。真香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老大，这也太美味了吧！哈哈，喜欢就好，我再去给兵蚁和工蚁烤几串。最后这群蚂蚁吃得不亦乐乎，在熟食的帮助下，受伤的几只兵蚁也很快就恢复了。我去，吃的也太快了吧！这样下去我得被吃破产。一晃5天过去了，小飞竟然成功孵化出了2只特化蚁。
黑色火蚁即为类似的小家蚁属，喜食水果或植物嫩芽等素食，偶尔也会袭击其他昆虫。天赋巨力撕咬，有概率对敌人造成成倍伤害。褐色虻蚁体型较大，负责保护蜜性植物和放牧蜜性昆虫，从而获取蜜露。天赋弹性腹部，所照料圈养的蚜虫蜜露产量会更多。嘿嘿，可以啊，又收获了2名大将，还来了个蚜虫专属保镖。看来老天都要我救养蚜虫啊！于是，小飞又一次带领他的蚂蚁大部队出发收集蚜虫了。这一次，小飞换上了他的星座旗——黑色火蚁，战斗力更上一层楼了。没想到才几天不见，又长出这么多蚜虫了！我的乖乖，都给我进来吧！大功告成，收工。小飞在蚁穴外面找了一个相对阴凉的地方，将青铜级栅栏放好，然后将蚜虫们放了进去，最后又放了些草芽，以供蚜虫食用。褐色虻蚁，以后这些蚜虫就靠你照料了。草芽吃完了，记得来通知我。此时，一个小姨端着一杯奶茶走了过来。老大，辛苦了，喝杯奶茶吧。小姨，你这是在哪搞到的？应该费了不少钱吧？嘿嘿，没花多少。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，奶茶咖啡9块9，居然能买2杯，真的特别省。试喝完了，我先推荐闲鱼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真不错，下次我也用它。小飞带着队伍来到了一条小河旁，一眼就看到了河道中间的宝箱。不是吧？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宝箱，结果在河道中间，这也太坑了吧！小飞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宝箱，却又无可奈何。毕竟原本流速缓慢的小溪，此刻对他来说就是波涛汹涌的大河，唯有不甘地放弃了。就在此时，一阵密集的嗡嗡声打破了四周的宁静，一大群蝗虫从小飞上空飞过，只见天空灰压压的一片，遮天蔽日，伴随着穿透力极强的嗡嗡声，无数蝗虫拍打着翅膀，汇聚成声浪，震得小飞耳膜生痛。完了，大事不妙啊！怎么这么多蝗虫？要是绿枝全都被蝗虫吃了，那我才圈养的蚜虫全都会嗝屁啊！人体听令，立即调转方向，回去保护蚜虫。小姨，蝗虫还没到这吧？是闹蝗灾了吗？目前我们附近还没有蝗虫。对，前面的河流附近有一大群蝗虫，估计等那片区域植被吃完了，就会跑我们这片区域来吃。我们必须快点多准备些草芽和绿叶，不然我们圈养的那些蚜虫必死无疑。老大，我明白你的担忧，但仅仅依靠现有的工蚁和兵蚁来不及的，而且也守不住。我们的数量太少了，加上我也才31只，根本来不及应对如此大规模的蝗虫。确实，你说的有道理，为了那点草芽而冒险，不值得。老大，你想想看，既然我们无法阻止蝗虫，那为何不利用它们呢？我们可以将圈养蚜虫的计划改为圈养蝗虫，而且蝗虫本身就是一种食物来源，利用我们的优势，努力猎杀几只也不是不可以。小姨，你说的对，那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开始围猎蝗虫，要它命，吃它肉，